这窝马蜂前2天才盯死一个上河村的人，眼前的男人却又在同乡的蛊惑下对马蜂窝动起了心思。不过这个男人在早上就已经被来自21世纪的灵魂给取代了。石榴哥，这么大的马蜂窝你真能搞啊！不行就算了吧，前2天这些马蜂才叮死一个人啊！上一世我可是有着30年掏蜂窝经验的护林员，今天不知为何醒来就来到了1984年，看着眼前这副强有力又年轻的身躯，我还有什么做不到的？随后石榴扭头对着同乡的李虎2兄弟说道：放心，我又不是傻子，没把握的事我可不会干。不过咱可要先说好了，搞完之后马蜂窝得归我。你搞的马蜂，那蜂窝肯定归你啊。那成，你去弄个大麻袋过来，顺便再带盒火柴。好，火柴我身上就有，麻袋我早上过来的时候正好带了一个过来。李家2兄弟原本早上就对这个马蜂窝起了心思，只不过出师未捷先被叮了，索性只好叫起了帮手。哈哈，好，看我表演就完事了。只见石榴在地上捡起一把干草，随后便走到蜂窝的正下方，便燃起了一个小火堆，又反手用干草把火堆盖住，顿时升起了大量的烟雾。一瞬间，马蜂窝躁动起来，一部分马蜂直接被烟熏的掉到地上，有些则是紧急逃跑飞往别处，还有些就是躲进蜂窝里不出来。过了会见时候差不多了，石榴便拿起棍子把蜂窝给敲了下来。一套流程下来，捕蜂结束。丁，恭喜宿主捕获金环胡蜂1窝，兽仆系统激活，赠送兽仆点10点，兽仆点可用于其余兽仆，此后兽仆将完全忠于您。不同兽类所需的兽仆点不一，请宿主谨慎使用。我去，真没想到为民除害做了件好事，拿了个蜂窝，不说还激活了系统。虽然不知道系统这玩意具体能发挥什么作用，不过看小说电视剧里边的，这玩意绝对厉害。契约一只棕熊当坐骑，或者契约狼群横扫四方，再契约个大家伙，那这座大山不还是我说了算？老六在那傻笑啥呢？家里的母鸡就剩下3只了，你要是再敢偷偷抓去，和你那些狐朋狗友吃喝，小心我扒了你的皮！一声轻喝把石榴从幻想拉到了现实，抬头一看，原来已经到了家。此时他的五姐石英正冷冷地盯着他。原来半年前他的父亲上山打猎意外断了腿，他却仍天天游手好闲，偷自家的鸡去外边装阔气。想起以前干过的那些蠢事，石榴尴尬地笑道：吴姐，我没偷鸡，我刚是为民除害去了。你看我还搞了个马蜂窝回来，下午咱们吃蜂蛹。你小子不要命了呀？马蜂你都敢呀？这里破了个洞，有只马蜂要跑出来了呀，快弄死它！没事，它跑不了。只见石榴精准抓住马蜂的2个翅膀。就在这时，他的面前突然出现一套系统提示：契约金环胡蜂需要消耗3点兽仆点，是否契约？石榴被这眼前突然出来的系统给整懵了，纠结了一会，石榴决定还是收了吧。反正我有15点兽仆点，收了这只马蜂只要3点，还能剩下12点整其他的。契约。恭喜宿主契约兽仆金环胡蜂。一瞬间，石榴觉得自己和面前的马蜂有了一种特别的联系，他能感受到马蜂的情绪波动。随后就见马蜂兴奋地围绕着他来回的飞。这时石榴又对马蜂吩咐道：到我肩膀上来，安静待着。只见马蜂不再发出嗡嗡嗡的声音，静悄悄地待在石榴的肩膀上。难道这就是契约的效果？和我想的差不多，但是马蜂这么小，除了帮忙盯下人也没什么作用了。算了，就当个宠物养好了。检测到眼前这只马蜂还没有名字，还请宿主为眼前的这只金环胡蜂起个名字吧。既然是金环胡蜂的话，那就姓金，就叫金一好了。随后就见眼前面板上的兽仆名字变成金一。这时石榴的脑海里又出现了一段很长的影像在他面前播放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全是密密麻麻的蜂蛹啊？我去，还有这么多的马蜂，还有李家2兄弟在大棚里边干活。咦，吴姐怎么也会出现在画面里？我明白了，这是马蜂金一的生平见闻啊。随后更让石榴惊喜的是，马蜂金一还可以实时更新，妥妥的一个移动监控在手上。现在看来这用处就大了去。金一，去看看我爹我娘在干什么。随后就见马蜂飞向了里屋，只见石榴的父母坐在床边絮叨着什么。可咱儿子石榴就喜欢人家姑娘啊，还说非他不娶，咱家就这一根独苗，而且人家那姑娘也不差啊。现在的条件不是那姑娘好不好，是人家家里要3砖1响，外加500块钱彩礼钱。你就是把我这把老骨头拆了卖了，也换不来那些东西啊。这是肯定是可以谈的。我听说他弟弟最近在跟老邱学打猎，但是手上没有猎枪，要不咱们跟他们好好谈谈，谈得成就把猎枪送给他们。要我的猎枪？你要不还是直接拆了我这把老骨头吧。你这死脑筋，你以后又打不了猎了，枪放着也是吃灰，给人家还有希望成全咱儿子的婚事，你还不乐意了？就你能，你脑子会转，要不是你把儿子惯成那样，能这么难找媳妇吗？屋外的石榴意识到这副身体以前做过的那些棍仗时，顿时羞红了脸，随后又连忙喊道：金一，金一，快回来！
不知是否距离太远的原因，金一在屋内仍然一动不动。急了的石榴在屋外又加大了嗓门吆喝道：“金一，赶紧回来，不然晚饭就不给你蜂蜜吃了。”这时的金一终于听到了石榴的呼喊，连忙掉头去了屋外。石榴的父亲听到这几声吆喝，却顿时来了气：“你儿子一个人在院子里狗叫什么？还嫌家里不够闹挺啊？”我哪里知道啊，走，咱们出去看看不就行了。随后两人就气呼呼地出了屋子，见闺女和儿子都在，男人生气地说道：“闺女，你来说说，你妈要让我把枪送给邻家小儿子，来成石榴和小霞的婚事。这枪不错，我可是打算留给子孙后代们用啊。咱儿子要是娶不上媳妇，咱家到这里可就断根了，还上哪里找子孙后代去啊？”我是说把枪留给子孙后代，可没说要给这混蛋玩意。石榴想起这副躯体以前办的那些事，羞愧地低下了头，随后又一脸认真地说道：“林小霞不会嫁给我的，她是要去城里生活的女人，农村留不住她的。爹腿杀了不能上山，以后我去打猎挣钱养家，娶媳妇的事你们就别操心了，我自己找。”说完这话，石榴就一个人去了河边散心，他的父亲却仍气意未消：“这混账玩意是不是想要用上山打猎的借口骗走我的枪拿去卖钱？哼，老子当柴火烧了都不会给他。”石榴他娘却担忧地说道：“昨天石榴还说非林小霞不娶，咋突然转化这么快了？老头子，咱儿子不会生什么病了吧？”哼，之前他说要出去参加工作，我高兴的直接把祖传的铜表给了他，没成想他把表给卖了，在外边玩了3天3夜，又屁颠屁颠的回来了。还有一次他摔了跤受了伤，我给了他医药钱让他看病，没成想他拿着钱不看病，反而去蔡许村和那些混小子们喝酒给浪完了。后来这臭小子竟又偷着家里的自行车出去卖，和那些狐朋狗友鬼混，没钱了就又回来。就他这样的也想娶蔡许村的村花，他也配？无论怎么说，他也是咱儿子啊，娶媳妇的事咱们还要商量着来。见父母吵得不可开交，女儿劝导道：“爸妈，你们别吵了，我觉得咱家石榴的确是想通了。你看这么大一个蜂窝还是咱石榴整回来的，搁以前他不得自己偷偷给吃了呀。”看着眼前的蜂窝，男人的火气也降下来了一点。吴姐担心石榴在外做什么傻事，但看到他一个人在没心没肺的笑着，便笑着开口说道：“老六，你老实告诉我，那马蜂窝真的是你自己搞下来的吗？”石榴点了点头，便说道：“是啊，就在胡子家的田旁边搞的，他可以作证。咋了，吴姐？”听到肯定的答复，吴姐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。我知道一个蜜蜂巢，那咱俩就去把那个蜜蜂巢掏了。我上周去镇上有看到卖蜂蜜的，1斤1块6，买的人很多。这不是巧了吗？我刚好也打算去掏蜜蜂巢卖蜂蜜赚钱，没想到吴姐也有同样的想法，而且她还知道蜂巢的位置。想到这里，石榴便开口说道：“那走，咱现在就去。掏个20-30斤就抵得上城里工人1个月的工资了。”行，那我去拿2个袋子，等会可以装蜂蜜。随后两人就开始行动了。2个小时后，也是终于赶到了山脚下，看到眼前巨大的蜜蜂窝，石榴顿时吃了一惊。我去，这么大的蜜蜂窝！看到眼前这巨大的蜜蜂巢，石榴连忙让吴姐躲了起来。随后他仗着系统的加深，一人来到了巢穴下面。只见他连忙做了一个火把，便对着巢穴口烧了起来。顿时巢穴里出来了大批的蜜蜂，一瞬间石榴的身上就爬满了蜜蜂。蜜蜂折完系统加深的石榴，自己也一命呜呼了。蜂王看到自己的子孙成片成片的倒下，连忙发起了撤退的号角。刹那间，天空上飘满了蜜蜂，蔡许村的村民顿时遭了殃，就连来打猎的李虎两兄弟也难免其难。石榴这时却一个人捡起了巢蜜。嘿嘿，这么多的巢蜜，这下得卖不少钱了吧？宾，恭喜宿主掏了一个蜜蜂巢，获得受仆点2点。看到系统的提示，石榴先是愣了一下，随后一脸的喜色。没想到掏个蜂蜜还能获得受仆点，虽然不多，不过这种事情积少成多嘛，反正我还能拿蜂蜜卖钱。掏完蜂巢之后，石榴便提着麻袋找到了吴姐。咋样了？薅了多少？石榴一脸兴奋地说道：“不多，也就8块巢蜜，估摸着能有20斤左右。”啊，这么多呀！咱爹以前掏过2个蜂窝，加起来也就10斤左右，咱们这一次竟然就掏了20斤呢！哈哈哈，是啊，吴姐，你运气还真不错，竟然能发现这么大一个蜜蜂窝。吴姐，你快尝尝，这是新蜜，特别好吃。吴姐接过巢蜜尝了一口，便高兴地说道：“真好吃，就是咋和咱爹上次掏的蜜味道不太一样呢？咱爹上次掏的是老蜜，咱这个是今年刚刚采的新蜜，采的花不同，味道有点差别，很正常。”说完，石榴就又拿起一块蜜放入口中。吴姐见状，连忙抢过袋子说道：“不许再吃了，回去把蜜弄出来，明天拿去镇上卖。”石榴闻言瞬间亚麻呆住了，随后便问道：“咋了，吴姐？你缺钱用？”“怎么你不缺？你口袋里有钱？”随后石榴便翻弄起了口袋，
可惜摸到的只有冷冷的空气。我没钱，你说说你干啥需要钱？我帮你想想办法。我用啥钱呐？我又不用娶媳妇。这时16才反应过来，原来吴姐这是要帮自己娶媳妇。吴姐，娶媳妇的事我自己有办法，不用帮我。这次蜂蜜卖的钱你就留着自己花。靠你自己。如果你还是坚决要娶城里有文化的姑娘，我看咱爹娘合眼都看不到你娶媳妇的那天。吴姐说完这话便生气地提着袋子走了。16连忙追了上去，开口说道：吴姐，还有一个蜜蜂巢要去掏一下，你把袋子拿走，我没地方装啊。听到这话，吴姐一脸惊讶。还有，那太好了，这个蜂巢20斤蜜也就30几块钱，要是再来一个，3转1响也能凑够一件了，爹娘也能少头疼一点了。说完就见16的口袋里飞出一只马蜂。吴姐惊慌地说道：你口袋飞出一只马蜂，快把它赶走。说着吴姐就用手胡乱拍打起来。吴姐别打，这只马蜂是我养的宠物，不会叮我的。今天就让它带着咱们去掏蜂蜜，时间不早了，咱们快去快回。说完16就带着一脸懵逼的吴姐向前走。1个小时后，看到16又掏了一窝蜜，吴姐才总算相信了。这只马蜂也太通人性了吧，你是从啥时候养的这只小东西的呀？16觉得重生和系统这事还是不提为好，便胡乱编了一个故事。哈哈哈，我前几天捡的，当时看它和我投缘就养了，没想到它能听懂我说话，就给它取了个名字叫金一。说完16看向眼前的金一，便笑着开口道：来，金一，作为奖励，这些东西你随便吃。听到这话，马蜂便兴奋地飞到了袋子。好有灵性啊，可是为什么我和它说话，它不搭理我？这和养狗是一个道理，我才是它的主人。吴姐听到这话恍然大悟，随后又问道：这窝掏的巢蜜有没有刚才那窝多？比刚才少点，应该有17、18斤左右。这时金一又兴奋地飞了出来，两人见状连忙跟了上去。2小时的时间里，两人又连续掏了4个蜜蜂窝。这时吴姐疲惫地对16说道：老六，要不咱先回去吧，咱们下次再来掏。好，我把最后一点收尾工作弄完，咱就回去。丁，恭喜宿主又掏了一个蜜蜂巢，获得受普点3点。这已经是今天第6次出现这样的系统提示了，受普点也从原本的12点涨到了22点。这时金一又传来兴奋的情绪波动，显然是又找到了蜜蜂窝。算了，金一，今天就先到这里吧，等下次咱们多带几个袋子再来掏。随后16就从袋子里拿起一只蜜蜂，想要喂给金一。丁，契约中锋需要消耗1点受普点，是否契约？16顿时愣住了，随后他又把手伸进口袋抓起另一只蜜蜂。丁，契约中锋需要消耗1点受普点，是否契约？难道我之前理解错了？我手上只要抓到什么就可以和我契约吗？想到这里，16便把目光看向了吴姐。吴姐却在这时醒了过来。咋了？还有什么事情吗？没，走吧，咱先回去。随后两人就动了身，扛着这100多斤的巢蜜。等到家已经傍晚了，向二老解释了半个时辰，他们也总算是相信了。臭小子，今天做得不错，爹今天中午不该那么凶你。16只是笑笑不说话。这时家里的老母鸡却突然咯咯咯地叫了起来。爹娘，我今天晚上想吃鸡肉。咱儿子今天上进了，吃只鸡算什么？妈给你做。臭小子，你去挑只鸡过来，我晚上给你做。闺女，老伴，走，咱们先把蜂蜜给挤出来，明天拿到早市上去卖。这时只见16将地上撒满了玉米粒，不一会就见几只鸡屁颠屁颠地跑了过来。16见状连忙扑了上去。嘿嘿，这只鸡养得真肥啊，得有2年半了吧？丁，契约采取鸡需要消耗30点受普点，当前受普点不足。啊，原来家里养的鸡也能契约啊，看来和我猜想的一样，把契约对象抓在手里才可以进行契约。只是你这黑心系统要的是不是有点多呀？一只母鸡竟然需要30受普点，我忙活了半天也才赚了10点。想了想，16又转身抓起另一只母鸡。契约采取鸡需要消耗28点受普点，当前受普点不足。疑惑的16又随手抓起另一只母鸡。契约采取鸡需要消耗33点受普点，当前受普点不足。契约这几只母鸡需要的受普点都不一样，不过出入不大，都是在30左右。难道是随机的？见时候不早了，16也赶紧去厨房杀起了鸡。1个小时后，众人也是吃得满嘴流油。这时屋外却响起了脚步声。谁？我去，这是咋回事啊？看到眼前密集的蜂群在攻击家禽，16赶紧拿起火把驱赶了起来。这时蜂王注意到了他，被16害得无家可归的蜂王连忙召集蜂群向他扑来。蜂群改变了战术，这次直接堵住了他的敌人。就在16快要窒息的时候，同乡的李虎骂骂咧咧地走了过来。你们这群蜜蜂，把我递着的到现在还昏迷不醒，我跟你们拼了！
随后李虎就高举着火把朝蜂王走去，蜂王赶紧把蜂群召集了过来攻击李虎。反过来气的16见蜂王身边没了护卫，便一棍把他给打了下来，随后便上前一把抓住了他。丁，契约蜂王需要50点受仆点，当前受仆点不足。啊！突然给忘了，只要我手上抓到什么受仆，什么就可以被我契约。算了，反正现在受仆点也不够，就先饶你一命好了。就在16思考的时候，蜂王瞅准机会直接逃了出去，没了主心骨的蜂群四处逃散。16连忙赶过来扶起了李虎，道：“虎子，你没事吧？你快醒醒啊！”随即就见李虎慢慢悠悠地张开了眼睛。我没事的，16哥，就是有点头晕而已。谢谢你，要不是你来了，我估计就命悬于此了。说啥呢？16哥，咱俩可是好兄弟，我皮糙肉厚没事的。这时李虎忽然又想起了什么，又伤心地说道：“哎，可惜我的弟弟没有扛住，今天中午被蜜蜂群给叮嘎了，我这也是为他报仇了。”听到这话的16顿时愣住了。啊，被叮嘎了？对，被叮死了。就在今天中午，我俩去蔡许村的后山寻找猎物，然后不知道从那飞出一大窝蜜蜂，逮着我俩就咬。我身体素质扛住了，但我弟弟就没那么幸运，直接当场就没了。啊，因为我今天掏了蜜蜂窝，他们才会四处逃散，见人就咬，是我害死了李二虎，是我害死了李二虎啊！此时的16已经有点精神恍惚，李虎又连忙叫住了16，说道：“16哥，我早上给你的那个袋子，我明天要用，所以你看。”好，你等着，我这就回屋给你拿。过了会，就见16拎着麻袋走了出来，心虚的说道：“胡子，来，你拿着。”谢谢16哥，那我就先走了。我娘年纪大了，我弟也撒手人寰了，我现在得赶紧回去照顾我娘了，咱们改天再聊。16望着李虎失落的背影，不经意间掉下了眼泪。今晚的山村格外的宁静，只有16家里在传出噼里啪啦的声音。胡子，你放心，我会为你弟弟报仇的。丁，检测到宿主情绪很不稳定。随后系统对着16扫描了一通，便说道：“丁，请宿主不必为此烦恼，李虎的弟弟只是暂时昏厥，请宿主找到蜂王，拔出他的毒刺，磨成粉后喂给二虎，二虎就会苏醒过来。”听到这话的16顿时大喜过望。嘿嘿，那这么说的话，二虎就有救了。鉴于蜜蜂王有着强劲的实力，还请宿主契约地雷蜂王之后再去寻找蜜蜂王。契约地雷蜂王需要40受仆点，当前共有22点，受仆点不足。为什么要去契约地雷蜂王之后才能去寻找蜜蜂王呢？此时正在春天，蜜蜂王刚下了卵，他此时拥有数以千万的小蜜蜂，还请宿主契约地雷蜂王后再去找他算账。听到这话的16恍然大悟。那好，那我明天就去采蜜，赚受仆点契约地雷蜂王。二虎对不住了，等你醒过来后，我亲自来为你道歉。随后16就回屋睡起了觉。第二天一大早，16就吩咐马蜂精一去山上找起了地雷蜂的巢穴。哼，拿着我这把特制的火枪，我就不信降服不了你们。地雷蜂王，我来了。地雷蜂多生长于我国的山区丛林地带，体长3到5厘米，毒性极大。被地雷蜂叮咬后，折口处立马就会血肉模糊，几分钟后便会产生眩晕麻木的症状。地雷蜂习惯把蜂巢住在地下，这时16也在金一的帮助下找到了地雷蜂窝。这次方圆10里可都没有人了，金一，你先躲起来，以免我误伤了你。只见16拿起了特制的火枪，随后就见火枪喷出了巨大的火焰，刹那间地雷蜂的巢穴就炸破了，一瞬间又出现了密密麻麻的蜂群，它们看上去个个龙精虎猛，不过看到16附近的火焰也是没了脾气，随后它们便都一咕噜的飞跑。哪个是地雷蜂王？金一，你看得到吗？因为血脉压制的原因，金一压根不敢抬头看，无奈16只好拿着火枪去追寻蜂群。就在这时，蜂王才小心翼翼地出了洞穴，却被早已埋伏好的李虎给抓了起来。16哥，快回来，我抓到他了。原来16通过金一的移动监控知道了地雷蜂王特别狡猾，便和李虎演了一出声东击西。16哥，按你说的，真的能救了我弟弟吗？你放心吧，从小到大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了？那也是，16哥打小就对我好，可是人真的能起死回生吗？你弟弟我看了，他没有死，只是身体内毒素太多了。你先回家里等着我，我晚上就去你家找你，到时候你弟弟就可以醒过来了。好，16哥，那我就先走了。打发走了李虎之后，16便赶紧跟着金一的指引下找起了蜜蜂巢。半天的时间里，总算是凑够了40点受仆点。随后16便拿起了地雷蜂王。丁，契约地雷蜂王需要40点受仆点，是否契约？1上午的时间总算搞定了，直接契约。丁，恭喜宿主契约地雷蜂王，请为眼前这只地雷蜂王取个名字吧。地雷蜂王的话，第一不够霸气，那就叫雷一吧。只见眼前的系统面板变成了1，随后16就带着地雷蜂王去找起了蜜蜂王。我去，蜂王，我总算找到你了，雷一，做掉他们。
雷伊正是被契约的地雷蜂王。只见他快速朝蜜蜂群扑去，他体型庞大，蜜蜂群很快被打得节节败退。这时蜜蜂王召集了还在外采蜜的蜂群回来支援，顿时雷伊的身上爬满了蜜蜂。身为蜂王的雷伊连忙发动信号召集地雷蜂群，但他被16抓走以后，蜂巢不可一日无王，很快蜂群就推举了他的儿子为王。此时的雷伊俨然成了孤家寡蜂。丁，检测到兽仆雷伊有生命危险，请宿主赶紧去解救他吧。听到提示的16连忙把雷伊身边的蜜蜂给赶走，随后又使用水枪把雷伊身上的蜂群给冲了下去。蜂王见大事不妙，又不管他疯，自己偷偷的跑掉了。16见状连忙冲了上去，站住，别跑！丁，检测到兽仆雷伊有生命危险，请宿主立马将它放在巢蜜之中调理身体。好吧，可是二虎还需要蜜蜂王的毒刺来解救，这次放跑了蜜蜂王，不知何时才能抓到他。宿主请放心，会有机会的。闻言，16才安心的带着兽仆和巢蜜回到了家。一到家，石父就对16摆起了脸色：“臭小子，你这大半天不在家是去哪里了呀？不是说好了你今天早上和你姐去镇上卖蜂蜜吗？”16连忙举起了又掏的巢蜜，向石父解释道：“爹，我今天早上看你们都没起床，我闲着没事就一个人上山掏起了巢蜜，你看我又掏了这么大一袋呢。”听到这话，石父一脸的喜悦：“哎呀，哈哈，原来是去掏蜜了呀，看来是爹错怪你了，哈哈哈。爹，我娘和我五姐去哪里了呀？找不到你，他俩就自己拿着蜂蜜去到了镇上卖，估计也快要回来了。”好，我知道了，爹，我有点累，先回去休息一会。随后16就回了屋，躺在床上思考了起来。丁，检测到宿主心情低落，特来此为宿主排忧解难。16被系统的突然出现吓了一跳，不过很快便稳过心神，说道：“系统，你说说，地雷蜂王现在也召集不到蜂群了，我家有一个人突破上亿只蜜蜂去抓到蜜蜂王，虽然我有系统保护，根本不怕蜂群的叮咬，可是他们要是全爬我身上，我也扛不住啊。”只见系统思考片刻之后便说道：“宿主并非消灭蜂群才能抓到蜂王，宿主可以根据蜜蜂的习性和这只蜂王的性格，随后设下计谋捉到蜂王去解救二虎。”根据蜜蜂的习性。随后16便开始思考起来，片刻后便翻阅起了书籍，不一会就被他找到了擒敌制胜的方法。有了，这次我这样做一定可以捉到蜜蜂王。金一、雷伊，你俩先去找找蜜蜂王在哪里，我随后就到。原来16的计划是放下许多的巢蜜，引诱蜂群出去采蜜，随后让雷伊去到巢穴口叫骂。只见蜂王慢慢悠悠地飞了出来，见还是雷伊这个手下败将，便直接让身边的护卫冲了过去。就在这时，16趁蜂王不注意，几个大跨步便把蜂王给捉进了袋子。随后16又拿起火枪救下了雷伊。嘿嘿嘿，大功告成，雷伊、金一，辛苦你们了。等到了家，你们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蜂蜜管够。丁，恭喜宿主成功捕获蜜蜂王，请宿主。随后系统就向16说起了解救二虎的方法。16连忙拿起蜜蜂丸，将它的毒刺拔了出来，并且磨成了粉。随后16便快速的下了山，朝二虎家走去。16哥，你可算来了，你快看看我弟弟吧，我怎么感觉他好像更严重了呢？你等一下，我看看。只见16一脸认真的盯着二虎，思考了片刻便说道：“你弟弟昏迷了这么长时间，不吃东西，气色肯定看上去越来越不好了。来，这个你拿着喂给二虎，他的病肯定就会好了。”李虎接过瓶子后便来到了二虎的身边，随后就见他露出了一股难为之情。咋了，李虎？你怎么不喂给你弟弟呢？难道你不相信我？不是的，16哥，是因为我的身上也被蜜蜂叮满了包，虽然我扛住了，但是我现在也不能正常行动了，就连腰也弯不下去了。原来是这样，我明白了，那让我来吧。只见16接过瓶子后，便将里面的东西倒在了二虎的嘴里。半个时辰也不见二虎醒来，李虎便焦急地说道：“行不行啊，16哥，为什么按照你这个方法，我弟弟还是醒不过来呢？”别急，再等一会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我怎么能不急？我父亲走得早，家里就剩下我们娘仨了。这次我弟弟又被蜜蜂叮得昏迷不醒，我娘受不了这个打击，现在天天饭也不吃，觉也不睡。他老人家那么大年纪了，这样下去还怎么得了呀？听到这话的16不知道怎么安慰吴，随后觉得时候差不多了，便说道：“差不多了，胡子，你现在就去叫你娘，就说二虎已经醒过来了。”真的假的呀，16哥？你要是不相信我，你还找我干嘛？将信将疑的李虎便去后屋叫起了母亲，16也按着系统给的方法叫起了二虎。不一会，李虎就带着母亲走了过来，只见16和二虎正安然地坐在床边。我去，16哥，你还真行呀！那当然了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这时李母走到了床边，伤心地说道：“哦，你可总算醒过来了，现在感觉怎么样啊？还疼不疼？”
见儿子不说话，李母又加大了嗓门道：“宝啊，你怎么不说话？难道你不记得我了吗？”不是的，婶子，二虎现在说不了话，你看他的嘴巴上都是包，等他好回来一点就可以讲话了。哎呀，石漏，谢谢你啊！你等着我，你先别走。随后就见李母拉着李虎走了出去，片刻后便带着一大篮子的东西走了进来。石榴见状，连忙推脱了起来：“婶子，这个我不能要，你们自己拿着吧。”石榴哥，这是我和我娘的一点心意，你就收下吧。你今天救下了我弟弟的命，也算是救下了我们全家呀。以后我们李家俩兄弟一定为你鞍前马后，上刀山下火海。停，我们从小玩到大，这点事情算什么呀？哎，那个，要是家里有土鸡蛋什么的话，别误会，我不是想要，就是提上一嘴。李虎听到这话，乐呵呵的进了鸡棚，不一会儿就提着一篮鸡蛋走了过来。石榴哥，来，你拿着，这是我们一家人的一点点心意。我不要！哎呀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随后石榴便笑呵呵地朝家里走去。几个小时的时间，村子里便留下了石榴的传说。这时的石榴却来到了河边，悠哉悠哉地晒着太阳。忽然天空又飘来了成千上万的地雷锋。我去，地雷蜂群！就在石榴准备举起火枪驱赶蜂群的时候，被契约的地雷蜂王雷伊却挡在了前边。经过一番心理感应，石榴终于明白了，这群蜂群是来投奔雷伊的。雷伊，这么一大群马蜂都跟着我的话，我有点养不起啊。这时雷伊向石榴传出失落的信号，心软的石榴只好应了下来。好吧，我只能给他们找个地方搭建巢穴，吃的话自己解决。随后石榴就将他们带到了菜园子就离开了。这时只见蜂群分工明确，一批工蜂外出采蜜，一批工蜂负责筑巢，还有一批工蜂负责守卫。蜂王雷伊则是和雄性马蜂负责产卵。不一会就见生下来500只幼年地雷蜂。等石榴见到眼前的景象，顿时吃了一惊。我去，这么多的马蜂，雷伊，这都是你生的吗？蜂王雷伊并没有空搭理他，而是又自顾自地下起了卵。石榴无奈只好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这么多马蜂在我家菜园子也不是办法呀，被爹娘看到我该怎么解释呢？就在这时，屋外响起一阵脚步声，石榴连忙爬到床边张望起来，只见他爹和他的四姐夫走在院子里商量着什么。岳父，咱镇首富的儿子被老虎给伤了，人家拿出1000块钱来悬赏捉拿这只老虎啊。哎，可惜我老了，腿上也受了伤，行动不便。这要是在我年轻的时候，这1000块钱还不是手到擒来吗？听到这话，四姐夫不耐烦地打断了石父的对话。停！岳父，好汉不提当年勇，你现在也不中用了，不如就把枪借给我，等我抓到了那只老虎后，便把枪还给你，怎么样？听到这话的石父生气地说道：“哼，给你！你以为那1000块钱就那么好拿吗？动动嘴皮子，老虎就到你手上了。不借，这把枪我就是当垃圾丢了都不可能借给你。姓石的，你女儿现在正在坐月子呢，我拿不到这10万块钱的话，没钱找接生婆的时候，后果你就自己想想吧。那我就找时间把我女儿接回来，让她和你离婚，她的后半生我来养活。”见岳父动了怒，四姐夫连忙低声说道：“爹，你别生气，我就是觉得这些年你女儿跟着我受委屈了，所以我就想……哼，你说说吧，这次又输了多少？”听到这话的四姐夫顿时又暴露出原本的面目。岳父，你就这么看不上我吗？这些年我虽然没为家里做过什么贡献，可我也是家里的一份子啊。这次捕捉老虎就是个机会，如果我拿到了这1000块钱，咱这一大家不都跟着过好日子吗？不借，这枪我已经打算传给石榴了，以后枪的事就由他做主了。听到这话的四姐夫大声嘲笑起来：“给他还不如我呢！老丈人，我觉得你不是傻，就是单纯的喜欢过苦日子，哈哈哈！”此时偷听了大半天的石榴再也忍不住了：“姐夫，你在屋外说的这些我都听到了，我今天就和你打个赌，这只老虎我捉定了。”哈哈哈！你看看牛都被你吹上天了，等你抓到的时候再说吧。你先说说我，要是真抓到了怎么样？等你抓到的时候，钱分我1点就成。说完这话，四姐夫不屑地扭身走了。石榴则是让雷伊带着大批蜂群在村口将四姐夫折得满身的包，石父则是在屋内苦口婆心地劝导起来：“臭小子，你瞎承诺什么？老虎多厉害，你知道吗？它的爪子比你的头都大，一巴掌下去，你小子命就没了，你知道吗？”爹，我知道，你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把握。有个屁的把握呀！别以为你这2天掏了那么多的蜂巢，你就又可以了。蜂巢和老虎可不一样啊！咱不是还有猎枪吗？枪是干嘛用的呀？臭小子，从小到大你摸过枪没有？你知道怎么用的呀？没吃过猪肉，还没见过猪跑吗？胡闹！你要是上山捉老虎的话，这把猎枪我是不可能交给你的。石父说完这话就准备起身离去，石榴见状连忙给拦了下来。
经过2个半小时的说辞，石父也总算松口了。好吧，你要是真的决定好了，我也劝不动你，你还是等你娘晚上回来再说吧。交代完之后，石父便躺下发起了呆。16则是来到了后院的菜园子。金一，你现在就去后山里找到那只老虎，并且一直监督它。雷伊，你带着2个营的蜂群后面跟着，我明天就到。随后就见金翼雷伊的身后跟着密密麻麻的蜂群朝丛林里出发了。有了契约的兽扑，我还怕抓不到老虎。四姐夫，你可输定了。等我再契约1只老虎之后，这座大山我不得横着走啊！忽然16像想到了什么，便把系统给召唤了出来。丁，契约1只老虎所需8000兽扑点。回答完毕。多少？8000？我辛辛苦苦一天才赚了30兽扑点，1只老虎就需要8000啊！随后16就坐下发起了呆。时间很快来到了晚上，石母和吴姐苦口婆心劝导了半天，但16依然像铁了心一样，丝毫不为所动。娘，吴姐，我会捉到老虎，拿到这1000块钱，让咱家过上好日子的。16说完就回了屋，想了半夜，还是决定叫上李家2兄弟和自己一块进山为好。时间很快来到了早上，就见3人扛着2把枪8发子弹走在了路上。16哥，谢谢你，有发财的机会还带上我们2个。没事，我们都是好哥们。好哥们。可是16哥，今天进山找老虎的队伍都有上百只了，你怎么就确信老虎就在这条路呢？要知道人家可是有猎犬闻着未找呢。我当然不可能告诉你，我有兽扑这个移动监控啊，接下来老虎的一举一动都会在我的掌握之中。想到这的16连嘴角都嘚瑟了起来。别问了，我们快走吧。随后就见3人朝着丛林深处出发了。立功心切的二虎则是走在了最前面。当他看到眼前的一幕，顿时吃了一惊。只见地上躺满了鹿的残骸。随后16和李虎也赶了过来。妈呀，这是咋回事呀？你能不能淡定一点？吓我一跳！你看看你第一句话都没说，多淡定啊！他嘴上被缠满了绷带，怎么讲话啊？这时16仔细地盯着残骸看了起来，感觉不妙的他立马发出感应，召唤了远处的蜂群。这时突然远处传来一声嘶吼。我去，有老虎！这时只见丛林深处窜出一只老虎，被契约的地雷蜂王立马带着蜂群冲了出来。一瞬间，老虎的身上就爬满了马蜂。老虎虽为至阳之体，奈何地雷蜂也毒性极大，不一会就被折得连连后退。但是马蜂在释放完自己的毒刺后，自己也归天了。这时的16连忙对着李虎说道：“虎子，快，趁他病要他命，快开枪！16哥，有马蜂！先别管马蜂了，快，子弹在你身上，快点开枪！”只见惊魂未定的李虎趴下做好了射击姿势后，就颤颤巍巍地扣动了扳机，1枪、2枪，只见7发子弹都不偏不倚地打到了树上。我去，李虎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菩萨心肠了？不是的，16哥，因为我被马蜂蛰的都有心理阴影了，所以害得我这次连枪都拿不稳了。你不要找借口！就在俩人还在扯皮的时候，早已缓过神的老虎已经悄然逼近。忽然一个虎吼传死，就当3人命悬一线的时候，突然远处传来一声枪响，击中了老虎的小腿。随后老虎便快速朝丛林深处跑去。宝哈，快追，跟紧了，别让它消失在我们的视野里。说完，就见一只猎狗向着老虎逃亡的方向跟去。哎，前妹，谢谢你了，没有你的话，我们村的人可能就要吃席了。只见猎人疑惑地看向3人，随后便问道：“你们也是为了那悬赏的1000块钱进来抓老虎的是吧？”“是啊，不为了钱，谁愿意进这深山里边呢？”“我救了你们几个一命，说吧，打算怎么报答我？”3人互相对视一眼后，16便开口说道：“前妹，你看我们现在也没钱，没什么好报答你的，不如我们来合作捕捉老虎，事成之后你拿大头怎么样？”只见猎人不屑地笑了笑，随后便吹嘘起来：“合作，老夫打小就上山打猎，从来都是一个人，每次都收获颇丰，至今仍无100计。要知道我所捕获的猎物都能灌满太平洋了。你看看你们几人长得一副帅呀，也配和我合作？罢了，今天就当我倒霉碰到了你们，咱们就各走各的，谁也别挨着谁。”说完，猎人就扛着枪朝丛林深处出发了。16哥，你看这人说话也太不礼貌了吧？没事，到最后虎落谁手还有未可知呢，咱们也别耽误时间，快点出发吧。随后16就让李家2兄弟走在了前面，他则赶紧叫出了躲在暗处的金一和雷一。不过此时的雷一出门所带的蜂群已经全军覆没。你俩现在赶紧回去，再带几万只地雷蜂过来帮忙助阵，事成之后我一定不会亏待你们的。说完，2只蜂便直接飞走。这时远处突然传出2声枪响，3人便赶紧循着枪声的方向赶去。只见地上俨然放着一把猎枪，还有猎人的衣物。我去，16哥，你说这会不会是刚刚那个猎人抱的装备？听到这话，16连忙捂住了他的嘴巴。等下，你听。这时就听到深山丛林当中又传来一声犀利的虎啸声，树上的猴子也都一咕噜的躲了起来。
听声音应该离我们还有很大一段距离。石榴哥，你说我们还要不要继续向前了？我们现在可就剩下一发子弹了。子弹还不是被你给糟蹋了。说完，石榴便捡起了猎人的枪和子弹。这次就让我拿着好了，省得又被你给糟蹋了。这时李虎竟打趣地说道：就这还吹牛无以败绩，打的猎物能灌满太平洋呢，我以为多厉害呢，没成想10几分钟就变成了盘中餐。别这样说，胡子，人家好歹也救了我们3人一命，来，跟着我，好歹让人家入土。随后3人就捡起了地上的衣服忙碌起来。忙完之后，几人竟开始迷茫起来。石榴哥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这只老虎看上去很厉害，我们还要继续往前走吗？石榴并没有回答李虎的问话，因为没有金一的移动监控和雷伊的蜂群协助，他自己的心里也没了底。石榴哥，你快说句话啊！趁现在天还亮，可要赶紧拿定主意了啊！咱们到底是进还是退？想到四姐夫那丑恶的嘴脸和爹娘那期盼的目光，石榴终于拿定了主意，必须进。如果我们现在退了回去，那些人又怎么想我们？就是为了这1000块钱，我们也必须走进去捉住这只老虎。好兄弟，在心中。随后几人便拉着手朝茂密的丛林中出发。2个半小时过去了，几人已是走得口干舌燥。哎呀，石榴哥，我不行了，太渴了，咱们还是先去找点水喝吧。再走走，这片树林茂密附近一定有水源。这时感应到金一和雷伊带着蜂群就在附近的石榴，立马让他们掉头去寻找水源。先休息一下，我有预感很快就会找到水源了。石榴哥，难道咱们晚上就要在这大山里边过夜了吗？待会再说，我们还是尽量避免在大山里边过夜。说完这话，几人就不知不觉间的睡着了。找到水源的蜂群立马给在远处的石榴传唤了起来。等几人赶到河边的时候，已经临近傍晚了。我去，有鳄鱼！只见河边2只鳄鱼在那嬉戏。李虎见状无奈地说道：好不容易找到了水喝，却有2只鳄鱼在这碍事，这可怎么办啊？石榴此时也没了办法，因为他知道鳄鱼凭借坚硬的外壳，就是来1万只马蜂叮了也没用。这是因为伤口发炎的李家2兄弟身边围满了苍蝇。我受不了了，管他7748，这个谁我喝定了。李虎说完就拉着二虎去向了河。我去，这么大的蚊子！这时只见李家2兄弟旁边围满了蚊子，随后石榴就打开了手上的开关，几只蚊子便应声倒地。这时系统面板却突然跳了出来：丁，恭喜宿主消灭5只蚊子，获得兽谱点2点，兽谱点可用于其余兽谱。我去，原来消灭蚊子也能得到兽谱点啊！那这兽谱点也太好拿了吧！随后石榴就趁着蚊群攻势渐弱的时候，救下了李家2兄弟。突然，丛林深处又窜出了数以万计的蚊子向他们袭来。石榴则是立马叫出了兽谱雷伊，让他带着蜂群朝蚊子们扑去。李家2兄弟又一次见到这么多的马蜂，吓得连连逃窜。哎，你们等等我！丁，恭喜宿主消灭蚊子群，共获得兽谱点250，兽谱点可用于其余兽谱。听到系统提示的石榴却懵了起来。难道兽扑他们消灭的蚊子也给我加兽扑点吗？就在石榴疑惑的同时，另一边的蜂群和蚊子也打架。就在蜂群快要取胜的时候，远处又飞来上万只蚊子，不一会就将雷伊的蜂群给包围了起来。丁，检测到兽谱雷已经奄奄一息，请宿主尽快撤离。这时的蚊子已经注意到了远处的石榴，快速向他扑来，却被仅剩一口气的蜂群给拦了下来。石榴则是赶紧找起了李家2兄弟。大虎、二虎，你们藏哪了？金一，你快点去找找他俩在哪儿，可千万别出什么事了。随后石榴就通过了金一的移动监控，看到2人躲在一个洞里，一只老虎也在他们的附近晃悠。我去，这下可糟了！系统，你快点出来！丁，恭喜宿主刚刚又获得兽谱点20点，当前兽谱点共计270点。你先别恭喜了，我2个兄弟有危险，你快想想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救下他们。随后系统就拿出一瓶水说道：只要宿主喝了这瓶水，就可以在接下来3个小时获得力气，耐力及反应力乘以250倍的效果。还不等系统说完，石榴就拿着这瓶水跑去解救了李家2兄弟。等等，我还没说完呢。这瓶水喝完之后会在7天之内产生副作用的。这边石榴却早已和老虎对峙起来。是你自己晕倒，让我给你带下山，还是让我来帮你？一人一虎语言不通，很快老虎就朝石榴扑了过来。只见石榴直接一个滑铲躲过了这次攻击，老虎不甘心又快速朝他奔来，而石榴则是伸出了一个手指，老虎便动弹不得。老虎后撤几步后，怒气直接拉满便撞了过来。这时石榴也没了耐心，直接和老虎鏖战起来。2个小时后，老虎便因体力不支昏睡过去。观战许久的李家2兄弟连忙赶了过来，说道：我去，石榴哥，你还真行啊，只是用手就把老虎给制服了。区区一只老虎而已，何足挂齿。那石榴哥，我俩以后就和你混了，肝脑涂地，在所不辞。爱我的话你都说，
爱我的事你不做，而我却把甜言蜜语当作你爱我的躯壳，这咋还唱起歌来了？这时的石榴意识到还有1个小时力量就要消失了，连忙说道：“好了，时间也不早了，快点下山吧。”说完，3人便扛着老虎得意地下了山。一路上见到的村民都直呼好样的，一到家他就把老虎给放了下来。石父石母看到瞬间惊呆了：“臭小子，你还真给老虎捉到了！”是啊，而且还是一个人扛着这么大的老虎回来的。听到这话，石榴得意地说道：“怎么样，爹娘，这事我给办到了吧？”臭小子，你做的不错，有我年轻时候的风范，哈哈哈！老头子，你快别吹牛了，错，咱赶紧过去看看。随后，石父石母就来到了老虎的旁边。呀，儿子，这老虎少说也得400-500斤了吧？咱老实家这是出了一个武松呀！哈哈哈！儿子，你累不累啊？我这就回屋去给你做饭。娘，不用了，我要去找一趟我四姐夫，他不是一直瞧不起我，说我办不到吗？听到这话，石父连忙拉住了他。哎呀，回来，不用去了。那次你四姐夫从咱家走之后，就被马蜂叮得浑身的包，直到现在仍然下不了床。石榴听到这话，直接大笑了起来。哈哈哈！哎，说完，石榴扭头看了眼天空后，心里连道不好。糟了，系统给的属性最多也就维持3个小时，现在估计也就剩下半小时了。我得赶紧把老虎送过去，把那1000块钱拿到手再说。想到这的石榴赶紧扛着老虎向镇上张首富家跑去，石父却在背后怒骂道：“臭小子，我可从来没有这么近的距离看过老虎啊，就不能让我多看一眼啊！”这时3人早已把老虎放在了张首富的身边。张首富不禁感叹道：“我的天哪，我的人去了10个8个的，看到老虎的时候都被吓跑了，再看看你们3个人就把老虎给整了回来呀！”哈哈哈，这有什么的呀？以后有这种事尽管来找我们好了。就是你看事先承诺的1000块钱什么时候给啊？你等着哈，我先打个电话过去。石榴哥，你说他是不是想赖账呀？应该不会，咱们这么多的人，还能让他糊弄过去吗？就在张首富打电话的时候，石榴依靠系统给的加强属性偷听了起来。原来这老虎也是张首富承诺别人1500块钱帮他捉住这只老虎，他又转手以1000块钱转交给其他猎物，自己做中间商躺赚500块。李呀，我回来了。那个，你们先把老虎找个地方放起来，我知道你们住在哪里了，回头我就差人把钱送到你们家里去。不行，现在给和以后给不是一样的吗？我们现在就要拿到钱，何况你动动嘴皮子就已经从中间拿了500块钱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啊，还有这事？说着，李虎就撸起袖子朝张首富走去。不，别，钱我是有的，可是一时半会我也拿不出这么多呀，你们能不能给我缓2天呀？不给，我和我2个兄弟为了捉住这只老虎，你知道吃了多少苦头吗？我们可都在这等着呢。再说，你身为咱全镇的首富，怎么可能连1000块钱都拿不出来？我和你们实话实说吧，我这个名头都是虚的呀，我的钱很早就被我的儿子败完了。那你干嘛还要大张旗鼓的悬赏捉拿这只老虎？我们几个多少次命悬一线，你知道吗？你抽走那500块钱，我们也不计较了，只是这1000块钱现在必须给我们拿出来。对，今天没有个说法肯定是不行了。随后李家2兄弟就在屋里骂了起来。张首富赶紧陪笑着说道：“要不这样好了，你们几个再进一次山，帮我找到那颗大名鼎鼎的野人参，我就把钱给你们，怎么样？”臭小子，你这不诚心玩我们呢吗？谁不知道那颗野人参长在狼窝里边啊？说着，李虎就又准备动起手来，却被石榴给拦了下来。那好，我们要是找到了，你还不给钱，你说说怎么办？那你们几个就揍我好了。那么多钱就揍一顿，你就想结清了？我看你是……石榴连忙拉着李家2兄弟走了出来。石榴哥，你干嘛？他今晚不给钱，我可饶不了他。放心吧，咱们就去找这颗野人参，到时候还不给钱，我有的是办法整他。说完，石榴就扭头走了。李虎见状连忙说道：“石榴哥，弟弟你觉得呢？你快说句话啊！”我相信石榴哥，人家都能徒手捉虎了，还有什么事是办不到的？那倒也是。说完，几人就……我去，黑龙湖蜂！妈呀，怎么这么多的马蜂？被折出心理阴影的李家2兄弟见到这一幕，又吓得一咕噜烟的跑没影了。蜂群顺着感应到的风向朝2人追去，却被系统加深的石榴给拦住了去路。随后，蜂群便一股脑的爬到了石榴的身上。黑绒胡蜂的毒性在所有胡蜂中能排前3，有极强攻击性，其毒液有治溶血、出血和神经毒等作用。它们主要以各种小昆虫及其幼虫为食，只要被它蛰伤，皮肤会立刻变得红肿疼痛，严重时可引起全身水肿以及休克。
你们玩够了吧？接下来该我了吧？随后16一跃而起，拿着袋子将这匹黑绒胡蜂的蜂王给抓了起来。再厉害还不是得为我所用？丁，其余黑绒胡蜂需20兽谱点，当前剩余20兽谱点。16听到这话顿时愣住了。什么？昨天不还剩270点吗？你昨天喝的那瓶水刚好250兽谱点了，亲。这么贵，你们怎么不去抢？也不提前告知，不是玩套路吗？抢的那有套路来得快。请问眼前这只蜂王是否还要契约？没有蜂群保护的话，我可能战胜不了狼群，也拿不到那颗人参。想到这里，16便应了下来。好吧，那我就契约了吧。随后就见原本异常凶猛的蜂群变得温顺起来。你们都先退下吧，跟在角落里，别吓到了我那2个兄弟。这时的李家2兄弟担心16出什么事，便在角落里一直观察着。大弟，16哥咋一动不动的，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我哪知道啊，二哥。蜂群反正也散了，要不咱们出去看看？随后2人便朝着16旁边走去。16哥，你怎么样了？没出什么事情吧？我没事，咱们开始去找那颗野人参吧。他真的没事吗？我怎么他好像变得不正常啊？应该没事，我感觉现在他强的可怕。随后李家2兄弟就颤颤巍巍地跟着16则是跟着金一的指引下找起了狼群。这时的狼群正在围攻一只山羊，就当羊入狼口的时候，16则是扔出一块石头吓到了狼群，随后狼群则愤怒地朝16扑来，16则是立马召唤出了黑绒胡蜂，带着蜂群朝狼群扑去。蜂群数量众多，毒性极大，不一会狼群就被蛰得嗷嗷直叫，随后便迅速地朝远方跑去。金一，你快去找找那颗野人参在哪里。随后就见金一朝山顶飞去。这时的李家2兄弟也终于来到了现场。你们来的正好，狼群已经被我赶走了，我们现在就去找野人参吧。我去，16哥你还真行啊！那是，咱16哥可是徒手就把老虎给捉到了的男人。这时的金一也找到了那颗有名的野人参，随后几人花了好大的功夫才将它拿了下来。这次有了这颗野人参，我就不信他姓张的还不给钱。那不还多亏了我们16哥吗？没有他咱们会这么顺利吗？行了，咱们现在就去找那个姓张的吧。对了，待会你俩就在屋外等着我。随后几人就朝山下走去，别人可望不可及的野人参却被16等人4个小时整到了手。这时16便来到了姓张的屋里，此时的他却还在屋里睡着大觉。我说太阳都晒到屁股了，是不是该醒一醒了？此时张首富迷迷糊糊地张开了眼睛。谁啊？大早上的吵什么呀？我是来拿钱的。此时的张首富顿时没了困意。是你啊！我天，这么快你就把这颗野人参给整到手了呀？废话少说，拿钱来。好，你等着我哈，等着我哈。这时张首富的心里已经打起了小九九，墨迹了一会说道：哟，这钱应该是又被我那个败家孩子拿走，要不你先把那颗野人参给我看看。你别扯了，昨天我们已经打听到了，你家孩子刚满月，我觉得你家孩子以后肯定会驼背，这么小就背了这么大的黑锅，还有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否则你想都别想。张首富听到这话顿时气不打一处来。钱在我手上，你小子还敢这么和我说话，我还就告诉你了，不给我看那颗人参，钱我还就不给了。那么多手段高明的猎人都对这颗人参望尘莫及，偏偏被你个小毛头孩子给弄到了，说出来谁信啊？这时16对着兽仆黑绒胡蜂以及蜂群发出了窗外等候的指令。果然这年头欠钱的都是大爷，可惜你不是。你看看窗外。张首富一扭头，只见窗外密密麻麻的黑绒胡蜂怒气满满地盯着他。这是黑绒胡蜂，毒性巨大，我要是把窗户打开放进来会怎么样呢？别，我这就把钱给你，这就给你，你等着我。随后张首富便不怀好意地来到了鞋柜的旁边，趁16不注意，直接大步流星地跑到了屋外，却被李家2兄弟给拦了下来。赖账不还你还想跑？哪有，我想着去外面给你们筹钱来着。钱就在柜子里，干嘛还要去外面筹钱？你怎么知道？原来昨晚16就把移动监控精益留到了张首富的家，就看到了他将鞋底的几千块钱都给放到了柜子里。此时的张某不情愿地拿出了钱。钱你们拿着，这颗野人参可以给我了吧？不给，你失约在先，野人参凭什么给你啊？此时李家2兄弟面面相觑地笑了起来，心里想着还有这番操作。钱也给你们了，没什么事就先这样吧，我家以后不欢迎你们。放心，以后你就是让我们来，我们也不会来了。说完，3人就离开了张某的家。16将钱平分3份，2兄弟接过那份钱便兴高采烈地回了家。随后16也拿着那颗人参回了家。到家后，正当他想向父母传达这份喜悦的时候，突然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。等他打开门一看，瞬间吓了一跳。我去，狼群！